在我们的印象中呢，孙悟空的水帘洞似乎只存在于《西游记》的神话世界中。但你敢相信吗？在云南的深山里，我们竟又发现了这样一个宛如仙境般的水帘洞。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，这里竟然居住着一户人家，他们依山而居，傍水而生，把家安在这瀑布飞泻、流水潺潺的洞穴之中，仿佛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。据主人家介绍，他们一家在这里生活已有近100年了，至今仍过着自给自足、与自然共处的生活。那么是怎样的原因让他们世世代代选择在这片神秘幽谷中定居呢？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云南省昭通市的大山里面，在我身后的悬崖绝壁中呢，竟然还居住了一户人家。他们的房屋非常的有意思，是修建在崖壁里面的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拜访一下他们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现在我们出发。小狗狗不要咬我哈！在这崖壁上还放了一个蜂箱，里面还有蜜蜂。哇，这边一排都是蜂箱。今天天气比较不错，是阴天，没有太阳，也不炎热。主人家应该是养蜂蜜为主的，感觉好多蜂箱，应该有大大小小，应该有20-30个蜂箱，感觉。哇，大家看，我的天哪，这里也太美了吧！给我的第一印象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。在这旁边堆了有很多柴火，这边也是，里面有一只狗在叫。哇，快看，在这个崖壁上还有一条瀑布，真的是太美了。刚开始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还以为这里是做的一个护栏，我还纳闷呢，谁家的护栏做这么矮呀？原来是一个滑轨。在这个崖壁下还放了很多坛子，上面写着酒，应该是主人家酿的酒。看这里呢是一个滑轨车，是用来运送东西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发动机，这个应该是烧柴油的，它的动力主要是来自这里。这里有一个超大的一个土灶头。这个应该不是用来做饭的，应该是用来酿酒的。我们终于到了，他们这个房子非常的有意思，是采用的吊脚楼的形式，底下呢是用来堆放东西的，也就是一个杂物间，上面才是用于居住人的，还是一个木质结构的，你们看。想要到达上面呢，我们还要穿过这下面才能到达那边。一看主人家就特别的勤劳，在这个里面堆了有很多柴火。看他们的房子是修建在这个石头上面的。
哇，他们还在这个山洞里面养的有鸡。那边是一个鸡舍。这里面真的好凉爽呀，特别的凉快，在这里面一点都感觉不到炎热。这里面还是不错的，做了这个水泥硬化。看这里，这边呢是用石头垒砌的一个厨房。这里有一个水缸，它这个水源呢是从后面的山上有一个泉眼，是从那个泉眼引进来的。它这个水是源源不断的哟，可以看出它这里是不缺少水源的。你们看这个水好清澈呀，天然的山泉水。这边是一个厨房，哇，好可爱呀！一只小猫咪，啊，跑了2只，一只花的，一只黑的。这边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厨房了。哇，他们这个厨房好宽呀！看这顶上还有一个腊肉。这里面呢，目前呢住着阿姨和叔叔。阿姨呢正在为我们煮饭。阿姨呢她姓李。如果说大家想来吃农家饭的话，可以提前和阿姨预约。他们这里是纯天然自己种的蔬菜，绿色无污染，应该是有机蔬菜了吧？他们这里呢是用柴火煮饭。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房子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外面。这个房子还设计的有阳台。这里呢是叔叔阿姨晾的被子，那边晾着衣服。三面都有阳台，三面都可以看风景，哇，真的是绝了！在这里看风景真的是太美了，你们看对面的山连绵起伏，云雾缭绕，仿佛像是一个仙境一样。在那个崖壁上还堆放的有几个坛子，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从这边房子后面就可以走过去。我们走过去看一下，它这个房子设计的非常的巧妙，就刚好建在这个崖壁底下的，风吹不到，雨淋不到，太阳也晒不到。这边还有一个步梯可以走上去。我的天哪，这里好宽呀！这后面，它这个对面有一个门，不会它以前这里是居住的吧？以前这里应该是有房子。这里面堆了一些杂物。这里还放着一张床，应该是闲置了。走这边要小心。咦，你们看这个是什么罐子呀？好奇特呀，这罐子，看着像酒罐子，又好像不太像。这些可能是叔叔阿姨他们腌的一些咸菜、酸菜之类的。
有一个门，它这个门呢是和厨房是相通的，不过上了锁。看这旁边还放着有冰柜，生活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这里呢是一个客厅，两边呢就是睡房了，就是卧室。放了一个电视机。这里面还放着一台电视机。阿姨和叔叔闲暇之余可以看电视打发时间。阿姨在洗菜，这自己种练好这菜。豆角，今天可以吃到美味的豆角了。他们这个院子还是挺大的，设计的真不错，还设计的有这个遮阳棚，上面还摆了几张桌子。平时的话可以约3、5好友品品茶，体验惬意的生活。这边也有一个，应该是属于凉亭了吧。这边还有一个石磨。现在这些古老的器具只有在农村才能见到了。这个呢是平时用来磨豆腐的。这里还有一张麻将桌，可以打打牌呀，那个什么的。哇哦，真的太喜欢这里了。这边是不是很美呢？再加上这些绿植的映衬，就更加美了。这边这间是卫生间，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在这旁边还种了有很多花，这个呢是绣球花。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叔叔阿姨是非常懂得生活，非常享受生活的。这边还拉的有这个网，应该是防止那些鸡，然后闯入他们的生活区域。这个鸡它们是喜欢到处拉屎，为了防止它们到处拉屎。这边呢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阿姨他们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哇，这么大一桌，好丰盛呀！这个是素豆角，这个是腊肉，这个是腊肠。这个腊肉呢是他们自己熏制的，这个是凉拌黄瓜，这个是土鸡蛋，这个是茄子，中间这个是豆腐。我们尝一下味道，先从这个腊肉开始吧。哇，你们看晶莹剔透的，好好吃啊！再尝一下这个土鸡蛋，哇，这个鸡蛋味好足呀！这个鸡蛋呢是他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，特别好吃。再看这个茄子，这茄子也好好吃啊！新鲜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法，都不要过多的调料，依然还是很好吃。这2位叔叔阿姨呢，他们就是居住在这个岩洞里面的。叔叔呢，他姓刘；阿姨呢，她是姓李。所以你们在这儿住好久了？住了好久了吗？几十年了。几十年了？啊，5、60年了，60多年了。60多年了。啊。那是从你们爷爷辈住在这儿里面，还是爸爸辈住在这边了？我的爷爷那辈就住在这里。爷爷辈就住在这里面了。啊。那个8、90年了。8、90年了。哦，从你爷爷辈算的话，就有8、90年了。啊。你爷爷那个时候，是
是因为哪原因在这里面来做呢？这是这样子的，原来这名字叫学堂湾，这儿这个地名是教过书，然后他们搬到这儿来做的原因是，他们原来老家在余家噻，然后又长到我们这儿这高前挨上他的吊坠，那个被他们去烧火的，就把那个房本给我们烧了。房子烧了以后没地方住，然后他们就喊他们搬到这儿来住了。哦，以前这儿是个学校啊。喊过叫学堂湾，学堂湾旧社会那儿在这儿教过书。哦，旧社会。他们攒钱的时候没有教书了。哦，旧社会这儿是个学堂。喊的学堂湾这个地方叫。我看这儿有石头房子，还有木房子。这个木房子是不是后来修的？是这后头修的，将近40年左右。将近40年左右。这墙也就是教书那儿修的。哦。好多年了，快100多年了。这个石头房子是以前这边是作为学堂的，是教书的一个地方。哦，你觉得你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不？还可以，这慢慢打造出来了，看来像个样。原来这地下这些票就多圆的，在外面这些都是重新做石头来包起来，然后把这里面都凹了点墙矮来，然后放平了来打的水泥地。这儿爬热天凉快哈。凉快。爬晚上都要盖铺人盖被子。要盖被子。如果是雨季的话，这儿瀑布是不是会更大？更漂亮？更大，然后瀑布大哟。瀑布大的时候，你睡觉都睡不得。睡觉都睡不得。地下都有点震动感觉。水声比较大哈。像你们在这里面生活，基本上都是烧柴哈。是烧柴，有时候忙不过来就烧柴烧电一起。哦，忙不过来的时候就烧电，然后闲暇之余还会会烧柴。这柴都是你们自己弄的？是自己弄的。哦，那你们这些石头是从哪儿来的？石头就不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。那是他们原来的。我问我们的老母亲嘛，就是俺母亲嘛，都说他们来的时候就这样子的。哦。然后我母亲都，她相当于就说20岁在这结婚嘛，她都80多了的嘛。哦。她就在这60多年，人家说生的儿子这个都62了。哦。大儿子可能是一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石头房子了哈。有啊，就是从他们就是我们的公辈嘛，就带起我们的老人来辈嘛，他们长到这儿来，就这样子的，没改变过。我都问过，没改变过，都是这样子。那你们生活在这儿方便不？像些水呀、电呀都是通的哈。电嘛，在以前不通电，在以前我们就是我嫁到这儿来的时候，一直都是用煤油灯嘛，然后嘛就是那种安提电嘛，那会儿的电杆这些是放电杆矮的，然后再用后又是电网改造才有整的这种原电杆多么高的。哦，以前跑是那种木头整的电杆哈，电线杆。还是水泥电杆，还是方的哦，方形的要矮一点，矮得多。换过一批了哈，这个电线。用电网改造了才又整的这种电杆。冬天要做起冷不？这个地方？还可以，但是在雨没下地没下了，我们这边的时候就冷得不算凶。应该也不会太冷哈，应该比外面的话要大哈儿点。都差不多，温差是一样的。只能说，如果雪没下来呢要好点，如果雪落下地来了就寒冷了。但是冬天一般都要烤火哈，我们都是像柴火。那你们吃菜呢？种菜呢方便不？种菜这些？种菜呀，种菜还好，那就是这有点远，在那边。种菜、淘菜，给你先不得算。葱葱儿来碰上都多得很呀，我就讲究不在这儿整了，就是炒的那个鸡蛋，炒那个葱子炒鸡蛋呀。刚才叔叔阿姨为我们做的那些菜都是他们菜地里面的菜，包括那个腊肉都是他们自家养的。现在你们还养的有猪哈？有的，你一下给陪我。你陪嘛，那叫。走啊，我带你去。好，陪你去。不，我们等会儿再去。他们猪在下面，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鸡舍的旁边。现在养了有好多个猪啊，有好多个鸡啊。两头猪，鸡有20-30只。鸡20-30个啊？像你们这些喂鸡的粮食、喂猪的粮食是自己种的？买。那种的就不够噻，把自己种的那点喂完了嘛，就买一点。要买些包谷啊哈，可能这样。他们还种的有玉米，主要是用来喂鸡啊和猪哈。是的。还是可以的，猪吃的也健康，人吃的也健康。你们的洞还是算干燥的哈。干燥。
它虽然说是2点就睡，但是身体里面还是干得很。一般没回潮的时候都是这样子，一回潮了的时候，如果是天气它闷热哈，就是用不好太阳，就要相当于像今天那个，但是今天嘛是凉快。但如果那今天就像这儿天气那闷起，用不好太阳，又没雨，那闷起，那就要回点潮，回点潮。去那种水珠下一大雨，涨河水，那又自然收汗。没来了哈，它自然收了哈。收了就没得。像一般的话，这崖边上不会叠水哈。不会，这外面这儿没得阳春的那都不得滴。哦，那有阳春的地方才会滴点。那这个还可以嘞。这个崖边有没有落过石头啊？没有。这些更轻的不用。没有。安不安要落那种是飞粉儿那种，那去看得起飞粉儿那种，要不要掉？就是掉阳春哈，掉灰灰。可能掉灰灰。低点薄的，大概长紫了厚点儿的。还是很安全的哈。我看你们还在这里面养蜂子啊？有啊。多啊，通常都有啊，现在都有。现在还都有啊？有。哦，年龄的话可以收过好多斤啊？年龄可以。看那年的天气变化了，如果天气好一点的话，会收到100-200多斤。100-200多斤，那可以嘞。哦，你们现在就是在这里养的有蜂哈，养的有鸡，还有猪。哦，还是可以的哈。就是完全解决了平时生活那些物资都不用买了，就买点油盐嘛。在上街也怕近哈。不近，里面2去，外面严谨。比严谨吧还远点，我们赶严谨的话。赶严谨。比你们赶2期。外面严谨吧，里面是2期。你们不是在2期弄来嘛？严谨吧比2期远点，但是我们一般买东买西就赶严谨吧的时间。赶严谨吧。赶2期，因为那东西都从下面到上面，上面都要听过那运费都要贵一些噻。你们应该那些东西的话应该不用运嘛？我看你们那儿有个滑轨车。啊对。这现在有安全。电话打了送了的钱，我拿到这。那滑轨车马上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微信上付钱，方便。就可以。直接放在那个滑轨车里面，就直接给它运上来了，还是很方便的。你有几个子女啊？我们2个。哦，2个女儿。2个女儿幸福，女儿比较贴心，是个小棉袄。是贴心啊，我想。他平时。有外甥来噻哈，有外甥都18岁，这里来玩的哈。外甥女，还不是外甥女，还不是2个都是外甥女。哦，其实他们放暑假来这里来玩，来避个暑还是好安逸的哈。他们要上来，要上来哈。要。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嘞，这个离河沟又近，让人家可以负责儿。下面背面都可以去耍。对呀，上面还可以下。上面还可以去。可以。就那边那么转下来。哦，从那边挨背面。在挨上那沟儿头耍起还安全点。这当然别这这件呢，害怕这个山壁了，害怕下水。这点黑。哦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把你们时间耽误了。没有。好的。没有。刚才我们从底下走上来的时候，它站在那里迎接我们，一直冲我们摇尾巴，它是比较友好的。你看摸到它好舒服呀！哇，这只狗它腿为什么那么短呀？吃饭了吧？现在它毛好粗糙啊，感觉。小黄黄，把它摸瞌睡都摸出来了。哇，你们看，我太喜欢这个瀑布了，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人间仙境，仿佛就像一个现实版的世外桃源。这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远离城市喧嚣，生活在这里完全能够自给自足。在这里面，你不用体验到冬天的寒冷，夏天的酷暑，因为这里面冬暖夏凉。如果说有想来的朋友，可以直接导航云南省昭东市、水富市、太平镇，然后27村。如果说实在找不到的话，可以问一下当地人，问他们27村，然后牙郡人家怎么走，一问他们就知道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